我向你道歉。安逸，敢问蓝风帝君，仙凡不能相恋，究竟是何种律法？依据来自何处？无知，仙界律法乃历代天宫管理者所定，仙凡两界本就有别，尊卑贵贱不可逾越。如此罔顾礼法，随意苟合，岂不祸乱仙凡两界？人族肉体凡胎，本就没有半点仙理，如何祸乱仙界？仙族儿想下凡，得向土地拿到灵牌才能够拥有仙力，又如何祸乱人界？我们本都是祖神擎天所创之神灵，为何会有高低贵贱、三六九等之分？好一个牙尖嘴利的丫头！今日若不替大泽山管教你一下，天宫尊严何在？住手！帝君，他藐视天宫，污蔑本官，为何不让我教训他？阿因关心则乱，才会有所逾矩。帝君，律设大法，理顺人情，请给贤竹师兄一次改过的机会。阿因，祖神擎天将世间分为神仙妖、幽冥、人，各设界碑便有其深意。天地万物各行其道，稍有不慎，便会乱了其因果。婉月命中无仙缘，这是天道；而贤竹为他避开人世一劫，这便是逆天。逆天之举必遭天谴，这无人可以幸免。帝君，贤竹触犯天规，是我管教不严，恳请帝君允我分担一半鞭刑。师兄。山门有序，凡我弟子，情同手足。若蓝风帝君不愿撤回责罚，古镜愿为师兄分担。阿因也愿意。弟子愿为师尊受罚。帝君，大泽山同门情谊，感人心脾。仙界虽未有仙力，但这法不外乎于人情。大泽山河中共济之情，本君难以拒绝。基于紫殿蛇灵鞭的威力，本君宣布，只有达到下君级别的弟子，才可为贤竹分担惩戒。师兄。师兄，贤主有愧师尊的教导，有愧大泽山的期许，不要再为我受伤了。此情此义，贤主铭记在心。剩下的就让我自己一人受着吧。帝君，罪犯贤竹已无生息。二师兄怎么样？师弟的仙元已离体，我只能先用仙术
把这副躯体保存起来。如若不能及时找回仙元，这副躯体恐怕也支撑不了太久。我想到侯族有个宝物，或许可以救贤竹前辈，我这就去取。都怪我，没能带来制魂草。既然胡王不肯借，也没有办法。你有这番心意啊，我大泽山已是感激不尽了。师尊，梧桐岛凤鸣长老求见。快请。是。贤善仙长。燃魂灯，这燃魂灯是因为当初为了寻找凤影的仙元，损耗了过多的灵力。若将强大的灵力输入进去，补充损耗，便可以暂时将其修复。只是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暂。强大的灵力，我等合力可否完成？恐怕不行，必须要半神以上。半神？可是现在师尊、天帝都不在，我们要上哪儿找半神啊？其实，我有一个法子。凤鸣长老，但说无妨。每一个洞府都有自己的仙脉，仙脉的灵力之强，不亚于半神之力，也可以暂时将其修复。但仙脉的灵力磅礴醇厚，不好操控。凤鸣长老，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贤善长老，请放心，此灯乃我们梧桐岛代代相传之物，再强大的灵力输入进去，也不会外泄。这一次，我也是和凤族其他几位长老商量过后才前来的，只希望我们梧桐岛能为大泽山尽绵薄之力。燃魂灯必须要在仙元离体的12个时辰之内做法才会有效。如今，只剩下最后一个时辰了。好。这个阵法可以在仙元离体后保证肉身不毁，不过切记，时效只有1个时辰，超出这个时效，怕是仙元不归，肉身不保。贤竹师兄，贤竹师兄，糟了，时辰快到了，若是还不回来，怕是会出事。没事吧？没事。糟了，师兄被敖哥扣下了，那怎么办？我们有3生石。走。3生石我们给你带回来了。我告诉你们，就算把我绑来也没用，
做不成天地月老，我还是要走的。这次不好意思啊，下次再赔罪。你们终究还是来了。拿这块令牌去钟灵宫，便可会见幽冥王。多谢，多谢。走吧。贤竹的仙寿原本未尽，但他偏偏要用这仙元擅闯我幽冥界，扰乱我界规矩。他这不是找死，是什么？敖哥陛下，我师兄刚刚痛失所爱，又受天罚，才会误入幽冥界。还望陛下网开一面，放师兄与我们团聚。一句道歉，就能一笔勾销吗？那他破坏了我幽冥界的规矩，你要如何赔偿？敖哥陛下，如何赔偿都可以，我们绝无怨言。如此，我若要是……不对，我来帮你们的。按照规矩，只要持修岩楼的会客令牌来见您，您都会答应他们一个请求，无需额外的附加条件。既然阿音他们的请求是带走贤竹的仙元，您怎么还能要赔偿呢？三生石，我还没有责怪你擅离幽冥界，你还敢管到我头上来了？这都是修岩殿下的规矩，我说还是说罢了。我可以放人，但交易只有一次。你们不是在找火凤仙元吗？如果换走了贤竹，你们就带不走火凤仙元。可是，贤竹师兄的事情现在更要紧，凤影之事，再想办法。敖哥陛下，我们要贤竹师兄的仙元，凤影的仙元，我们再拿别的宝物来换。正巧，我要的东西就在你们身上。如果你们同意交换，今天就可以带走凤影的仙元。我们身上？我要的就是你这只水灵兽一半的内丹灵力。陛下，阿音的内丹灵力乃是她的寿命，我们不可能用这个做交换。一只小小水灵兽的一半寿命就能换凤影的2分仙元，这买卖怎么都不亏吧？2分，不是1分。阿金，如果我们有了这2分仙元，那凤影的仙元就有6分了。我同意。我不同意。阿金，不是，你听我说，就算是拿宝物换，也得凑1000年呢。到那个时候，凤影的肉体可能早就不在了。你就听他的。阿言，我不可能让你为我的错误做出任何牺牲。不是，别说是50年了，哪怕是1天1刻都不行。倘若他今天是要付出我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凤影的回归，我在所不惜。但他要的是你一半的仙元，这代价我承受不起。我不同意这笔交易。陛下，阿音的内丹灵力只有治愈的功效，我想陛下是想用来救人，对吧？那修岩楼广纳各种奇宝来换取与您见面的机会，想必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我愿拼尽全力去3界收集奇宝，来助陛下救想救之人。但你若是想要用阿音的灵力来换，
我绝不答应。年纪轻轻，口气倒是不小。先坐倒再说吧。贤主已在殿外候着，若各位没什么事，就赶紧滚吧。贤珠师兄，哎，跟你说，他这个人就是嘴硬心软，你们别介意啊。有空的时候多来幽冥界找我玩。嗯，好啊，只要幽冥王不撵我们就行。三生石，你之前说喜欢的那个半神，不会是敖哥陛下吧？嘘。哦。阿叶，要不然先休息一下吧。低阶水灵兽的治愈力不堪一用，小仙兽还是莫逞能了。原来是青池宫长宫神使红绸大人驾临，在下有失远迎。见过红绸大人。没事吧？此乃青池宫的安魂丹，可修复贤竹仙君仙元离体之伤。贤善替大泽山谢过神使大人。谢过神使大人。师叔，多谢神使大人赐养。可请古镜仙君出门一叙，我已与仙君有要事相商。师兄，我一人犯错，连累师门。非你犯错，只是天命难违。我与婉月本是殊途，我偏生执念，想要与他求得同归。他那么相信我，可我没护住他。仙珠师兄。这是我在婉月姑娘竹居找到的，应该是留给你的。只心有病，虽死不追悔。婉月姑娘应是早就预料过结局了，但她说不悔，是不悔跟贤珠师兄相守相恋过，也是不悔为此做下的决定。你说，婉月姑娘和贤珠师兄，谁最可怜？是已经灰飞烟灭、不复存在的婉月姑娘可怜，还是眼看所爱消失，又无法挽回的贤珠师兄？我只知道，
婉月姑娘虽说她不会，但贤竹师兄肯定是要在懊悔中煎熬一生了。但如果再给贤竹师兄一次机会，我相信他一定会为婉月姑娘再拼一次，再赌一回的。我是真的搞不懂这些森严的界限，除了让仙族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到底还有什么别的益处？是啊，仙竹师兄在幽冥界寻找婉月姑娘的时候，该多痛心疾首。阿印，我那时就在想，我想守好我想保护的人。你还记得被三生石牵线那晚我说的话吗？我想，纵然没有主仆气，能不能有一种姻缘气，让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明日就去演天殿节气，好吗？我愿意。阿锦，你放心，我定会护好你，守好你。三界全书，仙界守则，仙界契约全收录。主仆契，姻缘契，契金风玉露之缘，结同心永伴之愿，红线绑定，终身姻缘结成契约，是为姻缘契。姻缘既成，互为仙侣，扶持相伴，大道永共。也没说什么细节。要不要算时辰呢？那要该怎么装扮啊？这么重要的契约仪式，竟然没有讲究？穿什么衣服比较好？嗯？红绸大人。我来与你商量贤主一事。红绸大人，您说。安魂丹虽可平复仙元仙气的动荡，但它心神难宁，重伤难愈，也只有你可助他康复，就看你愿不愿意了。我？之前红绸大人不还说？水凝寿治愈力低弱，不堪一用。如今我又变得顶用了。你这丫头莫学的牙尖嘴利顶撞我，我是在帮大泽山。
阿英洗耳恭听。仙界的无尽崖下，有一种忘忧仙果。忘忧仙果。此处是3界灵气交汇之崖，只有拥有治愈灵丹的水灵兽才与这结界不相持，所以只有你才能采摘那忘忧仙果。快进去吧，月华照压之时，正是忘忧仙果采摘的最佳时机。别耽搁了。我所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小神君好。阿姨，贤善，你……我正是担心红绸大人关心则乱，才一直看着阿英。他无论如何都是我大泽山的弟子，我不会让谁肆意伤他性命。他活着威胁的可是小神君和大泽山的安危，你可不要在要紧事上糊涂。你把他给我。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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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发生了何事？红绸姑姑为何在此？小神君莫恼，红绸提及忘忧仙果可助仙竹康复，阿英就同门心切，便要冒险一试。阿金，仙界山崖突起骤风，阿英不过是受了些震荡晕了过去，醒来自当无碍了。姑姑明知阿英仙力少见，为何还要告诉她这些？难道没有预料到危险会发生吗？红绸赤诚真心一片，做事若有不周全之处，愿小神君惩处。阿金，小神君，你……我已给阿英打上我的回应，如若她遇到危险，我会护她周全。小神君何等尊贵，竟为了一个仙兽不惜损伤自己的身体打……红绸姑姑，我对阿英的心意，护她周全的决心，你应该都清楚。我不想再说第二遍。阿英，阿英，忘忧仙果呢？忘忧仙果还在，仙珠师兄也会没事的。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嗯，我会好好休息的。明日还要跟您去节气呢。那还不好好睡觉？嗯。
九，你怎么来了？阿英，你今日真好看。这个是云清师姐送我的裙子，只有大泽山才会有的云织锦。大泽山真好，灵力充盛，物资丰沛。我们妖界灵地更多，况且还自在，没他们仙界这么多规矩。你要是跟我去待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阿英，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妖界生活？啊！阿英，哦，疼不疼？我没事。那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的？说，你，对不起啊，我今天实在是太着急了。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妖界生活？小住一阵子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长期住，因为阿进在大泽山嘛。阿进在大泽山，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看我都忙忘了，我今日要去跟阿进结姻缘契了。自此之后，当然是一唱一和，同进同出了。你要和古晋结姻缘契？哦，你不要担心，我之前允诺你的，等我找到了宁云山，还是会划来一块地给你。届时你想住多久住多久。哎，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两个哪个好看？都不好看。都不好看。那，有什么了不起？哎，那如果阿九。你不会忘记今天要干什么去了吧？你不会是还没起吧？哎呀，起床了！你是不是忘记今天要去干什么了啊？起来，起！阿英，你一大清早干嘛？我还想问你干嘛呢？你为什么要喝酒啊？没喝酒。你没喝酒？我昨天晚上，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知道，一定是今日你要跟我去结契，心里呢有一些紧张，所以才喝酒的，对不对？结契。这或许就是你与我大泽山的缘分所在。我将你与古晋结成主仆契，正是机缘所致，不仅对古晋，对你也有益处。眼下，我还不能给你们解开此契约。阿燕，方才我用主仆契感应你，为何感应不到？主仆契好像真的解了。阿燕，你真的想跟我结契？你不后悔吗？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我不会后悔的。你赶紧收拾收拾，我在门口等你啊。哦，对了，你还是好好打扮一下，跟我搭配一下。结个契而已，搭配一下，这么隆重。小心啊！来，走吧。走。喂。
我。 阿姨，你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跟男生相处要懂得分寸，知道吗？我与你要什么分寸啊？那你呀，还是个未经世故的小鲜肉。走吧，办正事儿。哎，你等等我。 开始了，就这样开始了。嗯，资源结期不难，而且结期之后，你的水凝兽真身就不容易被外人发现。而且我们重新结的主仆器，我们也可以随时断开。等等，不是主仆器，是姻缘器。开始吧。什么姻缘器？姻缘器岂是随随便便就能跟人结的？你最近话本子看多了。我清醒的很，是你酒还没醒吧？ 今日来结的是姻缘器，不是主仆器。我根本就没喝酒，你怎么了，阿英？什么姻缘器啊？是你说你喜欢我，带我来结姻缘器的。你怎么了？我是喜欢你，但我们是师兄和师妹，这是一种亲人的喜欢，跟男女之情有很大的分别的。我们在人间做了这么多事情。 你说是亲人之情，并非男女之情。在人间？哦，那不是我们为了帮三生石牵过红线假扮的吗？好，那你如果说与我说情话是演出来的，那你亲我呢？我亲你？你到底在想什么呀？不，阿英，我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但如果我真的做了什么轻薄之事于你，我向你道歉。阿英，你在做什么啊？我们不能这样的。 你冷静冷静。我不相信。阿金，我能不能再跟你说说？阿金。 大泽山的弟子越来越没有规矩了，冒冒失失的闯入小神君的房间，你有何解？小神君？什么小神君？古晋来自神界，他本叫缘起，是颐和真神和帝卷真神之子，生下来就是真神。即便是下界隐姓埋名，他也永远都是青池宫的主人。怎么可能？ 小神君下界历练，本不该让三界的人过多知晓。可你不知天高地厚，非要纠缠，我不如让你知道深浅，免得让你这个低微的小仙兽有无谓的贪念。你当梧桐岛小火凤降世之时，为何仙缘三界？只因小神君混沌之血也无意流到了火皇域中，他的仙缘承受不住罢了。小神君为此十分内疚，所以他一直想要找小火凤的仙缘。 他来到人界也是为了此事，只不过他因三生石受到影响，所以说的话、做的事本来就不可当真。难不成你还真以为俯视三界众生的真神会喜欢你这种百岁贱命的水凝兽吗？水凝兽是生命短，
但文不低贱，真不真实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过。但我知道，阿静跟您肯定不一样。你只管嘴硬，可事实就是，真神是不会对3界的众生动心。小神君下界历练，也是为了成长之后重回神位。他的每一次晋升，真神的血脉对他的影响就会越来越深，对3界的眷恋也会越来越紧。所有的私欲情念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你跟他之间根本就是不可逾越的，何必纠缠？姑姑，你这是在做什么？小神君息怒，我是看这个丫头不知分寸，纠缠于你，也困扰于你，于她也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就言明了您的身份，希望她能知难而退。所以，你真的是小神君？安妮，我不是刻意要瞒你，只是一贯如此。大家知道我的身份之后，难免会有所顾忌。我也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安妮。难不成你还真以为俯视3界众生的真神会喜欢你这种百岁贱命的水灵兽吗？仙珠师兄，你伤还未好，不能在外面待太久，要多休息才是的。我好了不少，不想闷在屋子里。得多谢你为我摘的忘忧仙果，只是下次万不可这般冒险了。只怕是难忘忧。这是婉月姑娘吗？用刀雕刻塑像，是婉月教我的，一点一点去完成，反而更加珍贵。只可惜啊，这种日子太短了。你明知道婉月姑娘是个凡人，而天地法则又如此残忍，为何就偏要强求？非我强求，只是卿妻不有心，不舍与他别离。是啊，这根本就是控制不了的事情。只是我没想到，他离我这么远，是我无论如何努力也够不到的地方。就算是我想强求，也无济于事吧。阿音，你可是知道阿金的身份了？原来贤珠师兄也知道。整个大泽山，也只有我和掌教师兄知道了。阿音，你既已只是奢求，那便狠心了断心中痴念吧。阿音，我不忍心你也陷入婉月一样的境遇。我自以为可以和婉月生死与共，对抗一切，却忘了，永远都是最弱小的一方承受最深重的伤害。我受雷劫天惩，却仍有仙体护身。可婉月呢？她拼尽了她的所有，却还是灰飞烟灭，再无生机。我与婉月相爱，同犯仙界禁忌，可为什么
却只有婉约一人独吞苦果。阿音，你千万不要如此，会让你无法承受的。可婉约姑娘说她不后悔，所以我也不后悔。阿音，你万莫陷入执念。阿音，来。上次你拿回凌云山残土，我们便带着风灵犬凭残土而寻，终于找到凌云山的下落了。便在此处，凌云山一直藏在仙妖边界的幻真林当中。太好了，终于找到凌云山了，谢谢掌教师兄。我这就出发去凌云山。去吧。对了，师兄，我今日去找阿静，没有寻到他，你可知他去哪儿了？阿静已经去了天宫，这段时日都不会回来。他是在躲我。阿音，阿静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嗯，我会的。那我就先去了。掌教师尊叫我和几个师兄弟陪你一同去凌云山，帮你开荒打理，你干嘛不要呢？你一个人去多无聊啊，也没人照应。谁说我是一个人？这不有阿宇吗？他会陪我的。我去凌云山也是想理清楚一些事情，你帮我多谢师兄他们的好意。嗯，阿九回妖界了，小师叔也去了天宫，你现在也要离开去凌云山了。这大泽山啊，一下子就冷清了起来，一点也不好玩了。阿九回妖界了。就前天，我看他一个人闷闷不乐地从房间里走出来，就问他干什么去。他说他本身就是妖族，在仙界终究是待不惯的，哪知他凌云一蹬，真就这么走了。阿九也真是的，走也不说一声。这里终归不是他的家，但是小师姑，你别忘了，大泽山永远是你的家。掌教师尊也是这么让我跟你说的。
阿宇，机甲上面说了，这玄湖之水可以孕育你的灵力，你很快就能被孕育出来了。阿九，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别嚷嚷！我问你，他们两个现在进展如何？谁？什么进展如何？阿英和古静。阿英，他是不得强行烧了你们这山门卷，把姻缘气破开，再把阿英的心抢过来？哎，等等等等，你在说什么？我都糊涂了。古静、小师叔和阿英现在一个在天宫，一个在凌云山，都天各一方了，还结哪门子姻缘气啊？阿英没和古静结姻缘气。他找到凌云山了。在哪儿？阿英，阿九，你怎么来了？哇，原来这就是凌云山啊！怎么样，美吧？不光山美，水美，一切都很美。当然美了，此凌云山千万年来都没有人踏入过。你看这，灵气四溢，铺天盖地，把这里滋润的每一处都又鲜又美。你看，阿宇一到这玄湖当中，灵气一下就聚集了。等到时候，阿宇孕育出来了，我就有我的亲妹妹了。再到那个时候，这个凌云山肯定会更好、更美。哦，对了，我之前不是答应过你，若是我找到了凌云山，你可以随便选一块地。好啊，那我肯定不客气，我得想想挑哪。我想问你一个事情。什么事情？你和叶爽在完成三生石的任务的时候，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会不会是受到三生石气息的影响？会有一些短暂的情念？有吧？有，肯定有。所以如果那时亲了抱了，都是假的，虚幻。哎，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啊！原来阿金是因为受到了三生石的影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是虚妄的。所以，你是因为古静，才突然问我这个？何人在此？阁下是？我乃天宫司察仙君。司察仙君。天宫感应到凌云山重现迹象，故派我前来查看。你二人，速速离开。这无主洞府，难道不是谁发现就是谁的？无主洞府需向天宫通告申令，若是你们两个还赖着不走，明日天宫便会派兵驱散你们离开。哎！刚才就应该直接告诉他，我就是水凝兽，这样凌云山就是我家，他也不会拿走了。不行，绝对不行！你知道水凝兽灵丹是多少修行的晋升者都想要得到的，你若暴露本体，那就只会成为他人眼中的猎物，时刻处在危险中。那
那怎么办？唉，我们妖界就没这么多荒唐规矩。阿英，干脆你跟我归入妖族好了，我一定找一块比宁云山更好的地方，我就一直陪在你身边，保护你、照顾你。只要能看到你，我就开心。我喜欢你。你疯了！你当我第一次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想骗我灵力吗？你别说这些了。若是我没有宁云山，阿宇没有玄狐的滋养，他就永远不能破壳出世了。聂子啊，阿英，我去大泽山找你，他们说你找到了新的洞府，我这不得拿着好酒好礼来好好庆贺一下。我看这玄湖上灵力遍布，想着这就是你的新家了，就赶紧循着灵力找过来了。怎么啦？所以你是因为你是水灵兽，却又不能说出你是水灵兽，就不能获得宁云山的所有权，你在为这个发愁啊？哎，阿英是把你当朋友才跟你表明真身的，你可不要到处乱说啊！臭狐狸，用得着你说啊？阿英，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保守好这个秘密的，不会让别有用心的人伤害你。但是，你若是想得到这个宁云山的话，也并非没有其他办法呀。你有办法？眼下天宫正在招新仙官呢。你说你聪明有灵力，只要你肯拼，努力升职到5品仙官的位置上，你就有占山开洞府的资格了。到时候你就向天宫申请，将这宁云山作为你的洞府，不就好了？5品仙官啊？还有这样的办法啊？不过古晋没有告诉你天宫在招新的事情吗？他怎么让你自己在这着急啊？他正好也在天宫，可以让他仗义你呢。内户不可提内户。啊？我看天宫并没有适合你的职位，请回吧。等等，我虽然是灵力低，不过我吃苦耐劳。今日来天宫参选的都是仙力比我高的仙君，若是让他们去做一些苦差事，倒是有些大材小用了。不过将这些苦差事拿与我做，我定能做好。你当真能够吃苦耐劳，做些麻烦繁琐的事情？私兵殿正好缺人手，要为这些兵器洗尘。那你愿意去私兵殿吗？我愿意。来之前我娘就叮嘱我，一定得避着私兵殿，进去就完了。你还愣着干嘛？快去吧。等我，我马上就来。私兵殿。下一位是。小仙阿英初来天宫司职，特来私兵殿报道。